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释古浩尔先生所著的《无敌的晚年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放下欲望才能无敌；第二，只要活着就能感到快乐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放下欲望才能无敌。本书的标题是《无敌的晚年》，这里的无敌，并不是指打造强健的身体或坚不可摧的精神，也不是指拥有数不尽的财富，而是探讨一个普通老人该如何生活，才能度过平静安稳的晚年。归根结底，这完全取决于心态。那么，老年的敌人到底是谁呢？佛教认为，人活着的痛苦，也就是所谓的人生的敌人，包括生、老、病、死。广义来说，还包括人与金钱。应对痛苦的方法大致有4种：一、让敌人消失；二、接受敌人；三、不把对方当作敌人；四、不在意敌人。其中，生其实只是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，因此不必视为敌人。至于老，对老人来说就是眼前的问题，而对20-30岁的人来说，衰老还只是遥远未来的事。然而，对许多老人而言，老的问题也很微妙，因为身体的衰老与心理的衰老往往不同步。身体确实在衰退，但精神上却不认为自己已老。事实上，现在75岁以下的高龄者，大多并不真心觉得自己是老人，嘴上可能自嘲我都老了，但心里并不这样认为。因此，有些人会抗拒衰老，但最终还是只能接受，因为这是自然规律。美好生活的根基是健康，在生老病死4者中，对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病。无论是活着，还是去做任何事情，健康都是最重要的。人们容易忽视健康，是因为健康状态太理所当然，只有失去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可贵。因此，当病痛痊愈时，比如头晕、腰痛缓解、恶心消失，人往往会由衷感叹，健康才是第一，金钱和名誉都不重要。然而，人类的习性很有趣，一旦健康恢复，很快又会把它当作理所当然，忘记了刚才的感激。所以，健康依旧是美好生活的根基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态和习惯去维护。不要过度消耗身体，而是学会与它好好相处。至于死，它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。把死亡当作敌人毫无意义，因为这是一个绝不可能打败的对手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认定顺其自然。在日本，大往生是一种对死亡的美好说法，意思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安详、自然、无痛地离开人世。通常，这个词带有祝福和尊敬的意味，既是对逝者一生圆满的认可，也是一种对生命终点的理想期望。在一些观念中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健康地活到90岁甚至100岁，然后平静地闭上眼睛，这就被称作大往生。这不仅意味着与死打了个平手，也让临终者和送别的人都更容易接受和释怀。当然，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死亡时间，该死时就死，不该死时就活着，这就是命运。最终，死亡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：宿命。除了生老病死之外，还有2个主要的敌人，金钱和人。其中最棘手的是人。在人际关系中，尤其是面对不合理的行为或与自己喜好相冲突的言行时，很难抑制内心的烦躁与不快。但如果总是把情绪表现出来，反而会让自己疲惫不堪。更好的做法是，在心里暗暗咂舌，内心里踢上一脚，表面却不露声色。如果有可能，干脆一刀切断这种单方面的关系。能不和讨厌的人来往，就不要来往。讨厌的新闻不看，讨厌的事不做，讨厌的地方不去，仅此而已，生活就会轻松许多。至于金钱的问题，追根究底，是因为人内心深处渴望金钱的心理作用。归根结底，这与物欲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金钱的本质作用是用来满足物欲，
当物欲得到满足时，内心会感到一种短暂的充实感，但那只是一种假象，是暂时的满足。因此，如果能够消除想要更多钱的欲望，金钱这个所谓的敌人也就不复存在。当欲望消失，敌人自然也会随之消失。当然，基本的住房和最低限度的生活开销是必须的，但为了买那些并非必要的额外东西而需要的钱，才会变成敌人。对于物欲强烈的人来说，让他们彻底放下物欲并不容易。也就是说，无敌并不是打败敌人，而是让敌人根本不存在。只要活着，就足够了。无论是衰老、疾病还是死亡，都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掌控，最终只能交给命运。作者认为，这个世界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地方，所以对人和社会都不抱太多期待。也正因如此，当在其中偶然遇到善意时，才会感到格外开心。这也与物欲有关。作者说过，自己的幸福感门槛设得非常低。他不是美食家，也没有品酒的爱好，便利店的饭团和寿司就是日常标配，甜点只要一根香蕉。他住的公寓已经很老旧，但因为明白坐有一席，卧有一铺的道理，所以并不想住更宽敞的房子。保持低生活要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只要把最低标准设得足够低，就能随时感受到幸福，自己能对当下的生活感到满足，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幸福。老子说过，知足。但我们不必纠结于这种高深的道理，只要把自己的需求标准重新调整，回归到朴素的生活水平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知足或许是一句被反复说烂的话，但它确实是真理。这样一来，就不需要整天玩手机、刷社交媒体，也不必让生活被各种活动填满。今天去桑拿，明天去露营，后天去游乐园，只要活着，光是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只要活着就能感到快乐。有一次，作者试着想象自己的死亡，死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大概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像冰一样冰冷，死一般的寂静，一个被完全隔绝的世界。而且这种状态会永远持续下去。想到这里，就觉得那真是太可怕了。于是反过来一想，和那样的状态相比，活着实在是太好了。因为活着是解放的、明亮的、温暖的，有声音，可以听到人们的谈话，周围充满了大自然的色彩，而且我还能呼吸。光是这一点，就已经无可挑剔的美好。当然，活着还能拥有更多的喜悦，但那些只是额外的喜悦。真正根本的喜悦，是活着本身。没想到，看得见东西，听得见声音，能感受到风，能走路，尤其是能轻松呼吸，竟然是如此值得感恩的事。只要活着，就很快乐；只要活着，就值得高兴。作者仿佛在那一刻，开启了新的心境。活着，就是一件好事。杂志、电视上总是说一些老人人生收尾、健康、资金、今后该怎么生活之类的话，但作者觉得，那些担忧很多时候都是多余的。作者在过去的著作中写过，在那种时候，说一句这些担心都不必有，就是只要活着就快乐的生活方式。这种实实在在的感受，能让人摆脱必须去做点什么的心理压力，并不是强迫自己去认为活着本身很快乐，而是从心底真正认可这一点。那么，这种感受就能成为生活和人生的基石，稳如磐石，无所畏惧。在50、60岁的时候，作者从未认真想象过自己的死亡，因为那时还没有自己老了的实感。偶尔想到死亡，也不会是认真的，因为那时觉得死亡还很遥远。也许，真正能体会到光是活着就足够高兴的人，只有在能够将死亡视为切身之事的年龄，才可能做到。对作者而言，这是从75岁开始的意识变化。虽然作者曾说过不认为自己是老人，但在身体不适或心情低落时，依然会被老年意识侵袭。
与其说是这种意识，不如说是死亡在悄悄探头的感觉。正因为如此，反照之下，那种之前不曾留意的活着的可贵，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。说它是特权可能有些夸张，但作者还是愿意说，这确实是一种特权，因为只要活着就高兴，就是无敌。这里的无敌，不是指战胜所有敌人，而是敌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，不需要大量的金钱，不需要房子，不需要车，只要活着就好。那些质疑活着到底有什么好的声音，也不再是敌人，因为作者真的觉得，活着本身就很快乐。不知从何时起，退休后怎么活，老年怎么过，成了理所当然会被讨论的话题。确实，从观念上说，退休和老年可以被当作一个阶段，但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去规划该怎么活，这谁也不可能知道。唯一能确定的，就是退休后的今天，老年的今天，就只是去过好它，没有特别的事，只是活着而已。早晨起床、吃饭、散步、骑车、去图书馆、看电视、读书、看电影，晚上睡觉，好像什么也没做，其实什么也都做了。所以，今天依然觉得只要活着就快乐，这就已经足够无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